体型如此巨大的蛤蟆鱼，大家有没有见过？而且每一次出海都能捕捉到数十条之多。这种样貌丑陋、造型怪异的鱼类，也被人们称作安康鱼。它们只生活在深达100多米的海域，想要捕捉到这种肉质鲜美的鱼类，必须往深海抛头粘网，才能将其捕捉到手。而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渔民捕捞蛤蟆鱼的过程。早上，渔民来到可以下网捕鱼的渔场，马上便将长达数公里的粘网顺着船尾往海底抛去。只需将粘网放置在海底1晚，便能捕捉到足够多的渔获。而且这里的风景非常美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看2眼。此时来到第2天早上，远处的浮漂指明了船只需要到达的收网位置。在抵达之后，马上将黄色的浮漂收起，同时正野一剑将鱼绳悬挂在辅助轮上，这样便可以在拉扯渔网上船的过程中节省不少力气。但是，一开局，渔网就被卷入到机器当中，卡死在上面。正野一剑被气得直哆嗦，不过到最后还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，随即便顺利将第1条老虎斑打捞上来。不过陆续上来的都是些小鱼小虾，这让他开始怀疑是否有蛤蟆鱼上钩。此刻还没等上1分钟，就有一条蛤蟆鱼被渔网缠绕的动弹不得，这体型起码得有个20斤重。然而第1条蛤蟆鱼还没被拆解下来，紧接着第2条便马上浮出水面，这让正野一剑的两边嘴角止不住的往上翘。凡是捕捉上来的渔获都被渔网死死的缠住，根本就没有逃脱的机会。解开他们身上的渔网也费了好大的劲。由于蛤蟆鱼通宵上网，而且为了摆脱渔网束缚，最终导致他们精疲力尽而死亡，最后只能张开大嘴，无奈地将肉身交代给了渔民。可以看到，菊花底下长有一条粗壮的尾巴，而且圆滚滚的肚皮下面还有一对可以用于爬行的细小鱼鳍，可见它的胸肌非常发达。同时在肚皮的两边还有一对用于游泳的鱼鳍。接下来的另一条也需要从渔网上拆解下来，重量基本上跟第1条差不多。这种断子绝孙网不但大鱼逃脱不了，就算是只有半斤几两的比目鱼也会直接挂在网上，而且还接连被拉上来好几条。想要把它们从渔网上拆解下来，还必须将部分鱼线给扒断。随着几公里的渔网被缓慢拉起，比目鱼的数量也跟着增多，同时还有一些小杂鱼也会挂在其中。这一带的海域深度基本都在100米以上，这才给了正野一剑捕捞到蛤蟆鱼的机会。如此深的海水，打捞一条4、5斤重的比目鱼也是比比皆是。由于蛤蟆鱼适应不了压强的突然减小，凡是打捞上来的无一例外都会把嘴巴张开，并且它们的嘴巴都非常巨大。蛤蟆鱼是一种肉食性鱼类，主要以各种小型鱼类为食，但由于其胃部能够自由收缩，鼓起来可以很大，因此也能吞下和它体重相当的猎物。随着渔网不断被提起，这时一条小杂鱼也被打捞上船，但未成年的小杂鱼并没有被正野一剑看上，而是直接抛回海里放生。然而就在此刻，一只海鸥却没给小杂鱼再次活下去的机会。得到猎物的海鸥毫不客气地叼着跑开了，刚把小杂鱼扔出去喂海鸥没多久，便再次有一条蛤蟆鱼被拉上了渔船，而且整个身体都被渔网给团团围住。在把第1张渔网完全收回之后，便捕捉到了4条体型在20斤左右的蛤蟆鱼。紧接着继续收起第2张渔网，此时正野一剑刚把渔网拉起，便马上收获到第1条蛤蟆鱼。虽然它的体型不大，但却是非常好的开端。说话期间，又一条被辅助轮给拉了上来，而且居然还一连收获到3条蛤蟆鱼，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。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深海中，所以遇到猎物的几率非常小，而一旦遇到，就算比自己还要大的猎物，都会尽可能的将其吞下。蛤蟆鱼有着锋利的牙齿，而且还是向内生长，只要捕捉到猎物，根本就没可能逃脱。同时它们也不大会游泳，只能原地守株待兔，靠着头顶上的一根发光皮瓣来引诱猎物靠近，再将其一举擒获。蛤蟆鱼的肉质非常紧实，鲜美程度比起一般鱼肉更胜一筹，并且有着十分丰富的胶原蛋白，深受日本人的喜爱。就在一条小蛤蟆鱼被提上来的过程中，紧跟着另一条体型巨大的也同时被拉了上来。然而还很生猛的蛤蟆鱼突然猛烈扭动着身体，摆脱了部分鱼线的缠绕，又掉回到了海里。此时正野一剑生怕这条巨物借此逃脱，马上拿起抄网进行打捞。这体型没有个40斤，也会有个30多斤，但由于抄网太小，并不能把巨大的蛤蟆鱼完全装进里面，只好先把一条体型较小的拉扯上船。就在把小的蛤蟆鱼打捞上船的过程中，眼看着水面上的大家伙差不多要摆脱掉渔网的束缚，正野一剑便马上拿起鱼钩，一把将它的嘴巴勾住。沉重的海中巨兽想要直接将其提起，其实并不轻松。最后在扯掉结实的渔网后，才把这条40斤的巨物拉上了渔船。此刻却已经把正野一剑累得够呛，这是他有史以来捕捉到的最大一条蛤蟆鱼。同时陆续捕捞上来的体型也不是一般的大，而且居然还一同拉上来4、5条之多。这等密集程度可以说已经进入到蛤蟆鱼的老巢。
在把第二条渔网完全收上来的时候，却已经把正野一剑给累得有声无力。回到岸上，将最大的一条进行称重，居然达到了40斤以上。话说大家有吃过这种蛤蟆鱼吗？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